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15集啊。很快啊，我们这个《大灾问》已经讲到第15集了啊。一集如果讲10题来讲啊，我们也讲了150题的，也不少了啊。人生不怕问题多了啊，有问题呢啊，才能借问题呀来显真理呀，也才能以佛法来破解问题啊。这就是将法脉融入宗门，借宗门蕴藏法脉啊，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权实并严啊。这个所以呢，要感恩有问题啊，就好像感恩有逆境一样啊。因为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这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同理，有问题才能借问题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啊。我们亲自继续提升，就是因为有问题来考验我们，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啊，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理，一起来接近佛性，借问题来显真理啊。好，第一题啊，我跟朋友分享很好的佛理，却被对方误会我是在对他说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平常跟人家讲佛法或者讲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人家这样子讲，我们也是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分享智慧法语，人家反而这样子来调侃我们呢？揶揄我们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观自照了啊。那跟人家分享很好的道理或佛法也好，会不会被对方解读成我们是在向对方说教呢？这个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解析。如果我们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或是很懂得佛理，但不懂得人理，或众生缘结得不是很好，那即使呢很有智慧，懂很多佛法，懂很多人生的道理，也会因为缺少福缘而难以去教化人心，去度化别人，造成我们所说的话人家听不进，虽然是好话，但是我听不进，就是无缘说话，就有这种情形这样就是说教，他们就认为我们在说教相反的，如果懂得艰深的佛理，也能到处广结善缘，让佛理跟人理契合，让我们所学的佛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从而改变我们自己，这种身教形成了也就是说理缘也做到人缘这样才有可能事缘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分享生活的智慧或人生哲理人家听了会很欢喜，也能从中受益跟受用他感恩都来不及的，怎么会说别人是在对他说教呢？所以做经师很容易，做人师就很难了。那什么是经师呢？经师就是老师照着书念或者我们照着经文念那学生照书读人家照着经文的去读那左耳进右耳就出一知半解，成效不大。那什么是人师呢？人师就是身体力行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身教再以自己所做到的去跟人家分享，说我所做然后呢从而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教化的力量所以如果是经师那就是只会说教了，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就这样子嘛。如果只是经师，那就是只会说教；如果是人师，那就是很会说法。一个是说教，一个是说法，两者的境界呢是截然不同，是天壤之别好，第二题，
关心别人呐，我们去关心别人，却被别人呢吐槽，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怎么办？这个可能是自己家人或者很亲近的人才会这样子直言逆受别人否则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嘛这个真是我们跟人家关心别人却人家不领情，还说你自己问题很多还管我这个就是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关心别人别人却不领情那是彼此缘结得很不好那这个就要想办法什么化解恶缘结善缘那被人家讲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那我们就要赶快下反省的功夫。如果我们真是有对方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赶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先改变自己叫做自救，之后再去改变别人去影响别人，那个叫做救人。近似于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先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就这样子，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人度他，先自觉才有办法觉他，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把角色呢互换一下，人家关心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尤其照你讲的，人家问题也是很多，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问题缠身，还来关心你这样也是一种患难见真情嘛更加要心怀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福啦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劝讲的人，也要劝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关机斗教好，第三题生活中有许多魔跟魔考请问要如何破解？那破解的工具跟方法是什么？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问与答也有答过了不过问的词句不一样，可能我们答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好，魔有外魔跟内魔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其实心外无佛也无魔嘛，这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自心所造，一切唯心造，就这个意思嘛。那什么是内魔？我执我见，知见不正，思想偏差，想法错误，起无明火，发大脾气，心灵脆弱，以及种种烦恼跟外道的邪知邪见等等，这个都叫做内魔，存在我们心内的魔鬼这些内魔会把我们的身心捆绑住，让我们苦不堪言造成苦海无边而且很难破解。就因为难，所以才要来修炼功夫嘛。不难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些苦的嘛，对不对？我们讲过，没有苦你怎么修一样的意思啦。我们强呢，他就弱；我们弱，他就强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恶魔，常常会化身让我们有好感的形态。他要引诱你，但要先让你有觉得好感嘛，对，假装嘛，就有伪装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他诱惑，因为我们看走眼就被诱惑了嘛。因为人很容易被这些魔呢诱惑，看走眼而被他诱惑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先能降魔识佛君，有这本书嘛，降伏识魔君。这10种魔就是10种人生的烦恼分别是什么？基本讲起来，人生的烦恼就是这个识魔君的10种烦恼嘛分别是什么？欲、忧愁、饥渴、爱、睡眠、部位、疑、寒毒，还有名闻利养、自高慢他、共高我慢的意思了。这是10种魔君也就是呢，想要破解，也就是
想要破解这10种烦恼的话呢，方法就是要落实修行中的6度波罗蜜了。他的方法就是修6度波罗蜜了，以6度波罗蜜来对治这个10佛军10魔军这个6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炼好这6度波罗蜜，不但能自烦恼中解脱，能够自己的烦恼中解脱，而且可以利益他人。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8个可以协助我们破魔的功夫，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叫做助道。我们要有方法，但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方法，还有另外8个助道这个8个就是什么？8正道就是以正破邪以正破魔的意思啦。所以我们要破邪或破魔，也是要下这样的功夫啦。看起来很多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是比较一劳永逸的比较是釜底抽薪的办法。第4题，在充满人我是非跟人事问题的人群中如何用佛法来安住我们的心？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是问过了但是又是问的方式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不同的解说都可以针对同一个问题破疑解惑了答案是很多种，不是只有一个既然道场在人群中，就很难避免人与事的磨练跟考验，必须面对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对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污泥成就了莲花，人群成就了道业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修了，很难存在了就好像莲花离开了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道理是一样了近思语说要把是非当教育，不要把人事当是非3岁小孩听得懂80老翁做不到。想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不断的学习，1回生2回熟3回就变高手也不是很难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在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去做？面对是非要有清净观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面对逆境呢要有因缘观这样子的正确观念，就像是一道防火墙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来心念清净了，则见境不起心了。面对复杂的人事，不但不落入是非，反过来还可以把它妙用，成为一种教育嘛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把是非当教育，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当然要运用之妙，纯无一心这个心就非常的正学佛也是要来学习菩萨面对各种种种境象的取舍，也是一样学佛也是要来学习境象的取舍，分别智嘛，对不对？什么要取，什么要舍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放诸水流嘛，以前讲过嘛千万不要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应该是要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样才是分别智，清清楚楚的外落着相，内心极乱外落离相，心就不乱所以呢，要选择离相不要选择着相心离境就是禅心不乱就是定，两个加起来叫做禅定禅定就是这样解释的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安住什么东西我们以佛为安住我们以我们的皈依师父为安住，什么事情都要请教我们的师父佛在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安住；佛不在的时候，佛陀有交代我们，涅槃的时候有跟阿难跟他们弟子讲以四念处为安住，所以要以四念处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这4个方法来安住我们的心，这个也是要学习。这是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的遗教，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重点了。好，第5题，
自从做了志工之后呢，我心里很充实，很法喜。我一直想辞职，全心来行菩萨道。可是我如果辞职的话呢，我就无法赚钱来贴补家用，感觉有一点内疚。请问我如何能在家业、事业跟志业之间呢，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呢？这个大概很多志工刚进来的时候相见恨晚，做慈济做得很欢喜，志工做得很高兴，碰到这个问题，多投入志工影响家业事业都没有投入家业事业投入太多，就没有时间参加志业的这个怎么取舍？这个很多人都会问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所以做人处事要兼顾大局不能不顾一切在家居士呢，要投入志业，也是要没有后顾之忧，这样行菩萨道起来才会力量全涌，才不会障碍重重了。你要投入做志工，家业跟事业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才会有本事、有本钱来做慈济否则一心投入做慈济，而疏于照顾家业跟事业，这样大爱有余，小爱不足，会陷慈济于不义。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不圆满人家看到会说，那位志工很会去老人院关怀那些孤苦贫病的老人但是他自己的父母生病了，他好像爱理不理的，会这样子说了那位志工投入慈济后生意疏于照顾现在生意一落千丈事业经营的很不好了。人家不会怪他事业经营的不好，人家会牵扯是慈济让他变成这样，实在很冤枉。这个跟慈济什么关系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掌握的不好对但也不能说只顾家业事业，而借口没有时间来做志工如果是认同做志工，也有意愿要来投入志业但是呢，这个家业跟事业呢缠身呢，真是抽不出时间那这样也只好随缘这是修福修慧的因缘不具足，其实这就是无福与无缘之人不过年轻志工里面很多都是有成家立业的有一些更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有事业家团队嘛，我们也是有嘛。他们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一边积极投入做志工，一边也把事业家业经营得很好。证明一句话嘛，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都会找百般的借口，想做的时候你也会找出百般的理由啦。对，也就是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找借口。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好，第6题，作为佛教徒如何圆满亲情的相关问题这个就刚刚讲的嘛类似了做佛教徒或者做志工很爱投入志业，可是家业呢没有处理很好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慈济做得很好这个怎么样去拿捏呢其实家庭就是私情小爱嘛，法亲是常情大爱了，出家则是舍亲割爱了，性质上是各有不同了私情小爱是烦恼，常情大爱是亲近的在家居士呢，不能一心学佛后变成六亲不认这样就是偏差颠倒，也是不圆满会变成学佛后虽然自己满心欢喜，但却令家人呢满心烦恼所以修身齐家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学佛才有本钱才有条件做得很圆满，才能说服别人一起来学佛。否则人家看你学佛，人家会害怕不要学佛，学佛以后变成跟他一样你这个是错误示范，不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谈感情就好像弹钢琴，要懂得随时去调音才能演奏出好的乐曲。无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
只要能够收放自如也能行云流水，这样就是绝有情了。所以你说亲情啊，孝顺就是亲情嘛，对。所以孝顺有愚痴之孝，也有智慧之孝，感情也有迷情跟绝有情之分。我妈妈92岁往生了，往生前8年开始失智，她是念佛法门慢慢随着病情加重了，念不出来了。有时候我回去看她，要离开家的时候，她看着我，她会说，她会讲，她讲话已经不是很顺那时候但是她还会讲一句说，这么快就要走了她紧就要走啊这么快就要离开家了吗？我一听我就走不了了。妈妈还有这种内心的呐喊对吧？后来我想想，这样我妈妈心有牵挂，对她将来往生是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怎么样？我开始学习我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家门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说一句话：你在家念佛，我出去入人群行菩萨道我去精舍，我会请师父为你祝福，帮你加持，你就会清安自在，这样好不好？安尼好不？他一听，安尼真好哇，安尼真好这样真好他听到我的话了。对，每次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都讲这句话，我妈妈听了都很欢喜欢喜说再见不会像以前一样，每次我要走，她就依依不舍。这样也是要用一点智慧的妈妈对我依依不舍这样也是不是很好对她往生的不是好事情我还是要用智慧来去善巧的导正我妈妈一下那正言上人开示亲情里面的孝有3种要学。第一个小孝，让父母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这个小孝。第二个忠孝让以受之人父母的身体，以受之于父母的身体这个身体来自父母嘛，精血之作嘛，对，拿这个身体去行善不是拿这个身体去做恶这个就是忠孝。大孝呢，接引爸爸妈妈学佛，走入菩萨道，这个是大孝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第7题，我很疑惑，既然人生无常那为什么要为看不见的未来而努力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其实的里面是有值得我们去更深入体会的道理听起来人生无常，不知道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明天就这么没有把握了，那我必须为未来而努力吗？对，问题问得很好了人生无常的道理不是来惊吓我们的，人生无常明天会不会还在都不知道很恐慌，不是这样子，而是用来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因为无常算不到。所以人生无常是在提醒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那勤植来世福就是什么？就是要预先做准备的意思啦，也就是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有备无患，无备有患。所以人生无常是积极的观念不是消极的说反正未来不可预测那就随他去吧人生好像也是看起来也是好像没什么希望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这种消极心态。更何况未来也不是看不见你说未来是看不见，这句话也不对是未来是看得见的未来看不见那是凡夫的见解。但是如果你透彻人生的道理，人生的真谛的话，未来怎么看不见？因为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有没有道理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有人说他不信因缘果报，因为都不知道未来我们会在哪里。我说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因为什么？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是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只要我们平常有在了解因缘果报的人生哲理，也能在心理上跟行动上做准备，自然就比较会胸有成竹，也才能遇事不乱。即使无常来了，意外来了，我们也能够处变不惊，遇事不乱。即使事情来得很突然，至少我们能够及时在心念上做调试，不会痛不欲生啊，那个呼天抢地的不会，马上可以做调试，也不会怨天尤人啊。好，第8题，我们现在所做和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所做和这辈子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所做如果跟这辈子的上辈子无关啊，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们这辈子的人生的前半段上辈子无关呢，也会跟下辈子有关嘛。啊，50岁之前没事，50岁之后呢，很多事情呢，人生有很多这种例子嘛，对。如果说现在所做跟这辈子的上辈子下辈子都无关，也会跟来世有关嘛，这就是因缘，这是因缘果报观，就是这样子嘛。有人会说，来世还看不到啊，未来还看不到啊，怎么会看不到？这辈子就是前辈子的下辈子，刚才讲了不是吗？啊，明天也不会看不到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是未来看得到吗？看得到啊，为什么？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是不是？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明天看得到嘛？明天就是今天看得到了，所以明天也是看得到。所以现在所做跟下辈子及来世是息息相关，因为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嘛，哈，这个就是因种下去的不会消灭，所以佛法是讲因缘生缘灭啊，不讲因生因灭的，因种下去还要有缘成熟了才会果报啊，那个因种下去，缘如果不成熟的话就没有果报，但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不是下辈子，而是来世都有可能嘛，甚至是现世报都有啊，马上做就马上得果报也有啊，甚至是马上就到嘛，所以现在所做跟这辈子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道理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好，第9题，依靠物质就能让人感到幸福吗？啊，意思是说，靠物质生活就能让人感到很幸福吗？啊，物质虽然很重要哦，但不是唯一重要啦。物质也不是不重要哦。但要适可而止的啊，追求越多呢，是一个无底洞啊，没完没了啊；追求越少，终有结束的一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想什么？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啊，多做一点呐，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其实人生是真正的人生道理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呐。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一边要想提升心灵精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啊！你一边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一边那个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不可能两个同时上升两个下沉的嘛，对？因为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幸福不是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心念的问题。幸福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不是拥有金钱跟拥有什么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啦。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富而不智”吗？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后面什么则衰，会衰败下去的。很有钱，很没有智慧，会衰败下去的。幸福其实也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常常舍近求远呐，上次我们讲过嘛，不开心就要调心，不是去善心，不是说善心不对，善心不究竟，调心比较究竟这个对症下药的意思了哈。
好，第10题，我的先生不喜欢我做志工，觉得我应该要先照顾好家庭，不要常常往外跑。但我真的很喜欢做志工，应该如何跟他说明呢？这个是先生不让太太做志工啊，有一种是太太不让先生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先生太太一起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孩子抱怨妈妈爸爸做志工了，有些是爸爸妈妈没有做志工，孩子做志工，很多问题啊，每个因缘不一样啊，所以即使要做好事，也要有好因缘来成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要感恩？不是你想做就有机会的要因缘具足才有嘛，感恩好因缘嘛，因缘不成熟或没有好因缘，就会障碍很多了，变成夫妻共同修理，夫妻共修共同修理如果是夫妻共善业，先生成就太太，太太成就先生，那就是夫妻共同修行了，叫做夫妻共修了。同样共修，一个是共同修理，一个是共同修行，两个因缘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有些家庭则是什么？太太很爱做志工，先生却没有兴趣，但很认同太太投入做公益我虽然没有投入，但是我认同我太太做志工他也不会障碍太太甚至呢还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太太去做志工。这个做太太的就是要很感恩先生，因为这是你的福报，没有障碍。只是先生还没有因缘进来而已嘛。不过究竟之道还是要什么？自己闻法之后，再把先生绳之以法，绳之以正法这样夫妻同修是上人最期许的。家庭要顾到什么程度才是顾好家庭？因为这个先生说，你要把家庭照顾好才去做志工啊。把家庭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照顾好？你事业要赚到多少钱才会没有后顾之忧呢？赚到死都不够了，心念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所以没办法做志工。那要照顾到几岁才是孩子长大呢？心里如果看不开放不下100岁父母都会常忧80儿啊，100岁的父母常常在担心80岁的儿子，你看这样多辛苦。那常常往外跑，也要去了解跑去哪里呀？你不进佛门来福慧双修，如何会有智慧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事业呢？照顾好家庭的意义，难道只是洗衣烧饭擦地板吗？做一个糟糠之妻吗？先生会爱一个没有见识、没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太太吗？先生不喜欢你做慈济，等于是说先生不喜欢你充实自己、改善自己，不喜欢你做一个有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太太吗？这样这个先生是有智慧的吗？是有理性的吗？这样一想就知道先生是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就听，没有道理的我们就参考就好。不过上人有讲要别人喜欢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宗教也好，自己就要先把本分事做好，让人家无话可说，这样才会自己没有障碍，别人才会喜欢我们的团体。所以讲来讲去，这种事也是要悲智双运才可以啦，这样才会家庭圆满啦好，第11题最后一题，有些志工对外人或对着师兄师姐比较容易和颜悦色，回到家以后却什么本性流露似乎呢对外人比对自己家人还好，这样对吗？问问题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其害的人觉得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团体里面的对人都很好，回到家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出来的，他无法接受。那好像有些志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没错了。
有些人现在他不是这样，但以前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啊，都有心来寻求改善，而改善的效果都不是立竿见影啊，而是要千锤百炼，积沙成塔。这个我们要去善解，但是至少呢，人家是有心要来学佛的团体改善自己，这个至少有这个心就不简单。有些人是明明是习气深重，坏习惯一大堆，但是他也不来奉献了，也有可能嘛，对。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回到家里是恶言相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道场有庄严的道气，人人比较会警惕自己，自我约束啊，彼此会以礼待之，口说好话啊，因为也会警惕自己呢，要跟人家结好缘呐，而回到家与自己家人相处水乳交融，没有距离，有话就可以直说了，比较会随性随喜，而不怕得罪，因为自己人嘛，也没有顾忌，所以恶言相向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这就是习气难除嘛，还有习气嘛，他在道场里面只是自我约束，不让习气出来，回到家就习气就出来了啊，就这样子在道场我们比较约束自己嘛，因为是来修行嘛，即使有些事情呢看起来是不顺眼的但是也会勉强忍耐一下在家里就不忍啦虽然也有说家里也是道场啦，但是没有道气啊比较会因放松而放纵在家里嘛，所以才说不要只待在家里自修做治疗汉，还要出来共修，走入人群，这样才有机会借势练心，借境修心，而慢慢的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呢，对外人我们比较会有平常心，因为都想广结善缘嘛。刚刚讲嘛，即使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忍耐一下，对所以说话做事都会比较客气一点的，在外面的在人群中的在家里就比较会失去这个平常心了，很会疾言吝啬，指责家人，要求家人一点不顺眼，没有合他的意，他马上就是口出恶言，也有可能因为这是习气，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能力不足啦，还在改善之中的人要这样善解了这样怎么会有在道场里的菩萨像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跟慈悲像呢？对，在道场里面只比较会有慈悲像跟菩萨像，在家里就是恶言相向碰到这个情形，如果被恶言相向的是我们，人家对我们恶言相向那我们就要警惕，择其不善而改之。看到了，见不贤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就是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先不要尝试要改变对方或者指责对方，而是先借境修心先改自己的心念。怎么改？告诉自己不要被他的恶声恶色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个功夫叫做对境无心如果是我们对别人恶言相向，那这个就更要警惕自己了静下心来问自己，好不容易在道场修了一脸的菩萨像，怎么回到家却视现阿修罗像呢？这样就不对了要赶快回头是岸，这个功夫叫做反观自照。好，我们今天的问与答总共有11题就讲到这里结束。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